我们现在来访这个高雄的GoFormosa越野跑的教练，也是我们的这个约翰教练。Hello。这次约翰教练没有跑我们的这个清迈的赛事，然后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2个月前我们在这个济州岛赛事状况如何？我们报100K 对不对？对，当初报100K， 然后因为赛事上遇到一些状况，一直到现在就是受了蛮大的伤害，算是我目前玩越野跑以来最大的伤痛。可能因为我在进补站的时候，我吃食物我可能没有洗手。对，所以那时候可能在路上有摸一些植物啊，可能甚至它是有毒的，我也不知道。但吃了之后全身起疹子。是。大概在20K 的补站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不然我就缓一下。20K 到30K 这段时间，基本上我都是边吐边跑。哇！电解质啊，什么果胶那些都没有吃。但因为在越野跑赛事中，如果你电解质啊，然后能量系统你没有补给好的话，基本上那场赛事可能会很大的机会会报销掉。但然后后来在40K 的时候，其实有在犹豫，但是想说慢慢的把它走完也好。对，所以那段时间算是我跑得蛮不开心的一段时间的。身体应该也说当下应该是虚脱吧，因为你边吐边跑。基本上是虚脱了。但在50K 的时候到山顶之后。其实我状态有慢慢的调整回来，对，然后脚也有恢复一些知觉，所以那时候，跑下去的时候刚好算是我擅长的地形啊，对，然后那段下坡其实，大部分的跑者都说很不好跑，对，但是，因为我们平常在台山训练，算是。得心应手啦，我觉得得心应手。对，但因为距离也比较长，然后落差也比较大。对，大概在70几 K 的时候，因为前面的关系，前面那样的状况，然后导致我后面其实比赛，脚都已经有点出状况了。对，然后虽然说也是慢慢的走回终点了，但是我自己觉得，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机会，我可能还会选择在70几 K 就弃赛这样。真的，最后是有完赛对不对？有完赛，但也跟了快24小时啊，对，跟我原本预设的14、15小时差太多了。对啊，再接再厉，这个也算是一个经验。但刚刚听到很多教练他们其实都是说，在食物上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子哈。对啊，因为其实我这次受伤有意识到，就是不一定是要把比赛走完或是跑完才是真正的好这样子。对，所以我自己觉得适时的退赛也是算是一种勇气，也是一种策略。真的。对啊，就像比赛过后，这场比赛过后，我是一共弃赛了4场比赛。其实我这场比赛我可以选择努力跑一下看看，但我觉得后面会影响到我工作，然后再加上这个伤害会不会是永久性的伤害也不知道。所以我觉得弃赛来说会是我比较好的一个选择，对啊。然后用弃赛的角度去看其他比赛的人的准备方式啊，帮他们记录，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算是乐趣啦。像我们约翰昨天就是当摄影师，然后还要拍上田刘伟，好像追不到，骑摩托车追不到，他太强了，他真的太快了，对啊，太夸张。好，那接下来明年呢有没有什么样的赛事，或者是今年有没有什么美中不足的地方？明年会希望可以再去做补强。因为去年的训练方式比较没有那么科学化，对，然后为了明年的赛事，明年其实唯一一场在四川，在四川四姑娘环越野赛，然后目前是打算报100K 啦，但是。我现在最主要的目标应该就是恢复健康。当然，那个四姑娘的比赛是几月？在明年11月。那还有将近快1年的时间可以修复。对。所以就慢慢的先恢复健康，然后可能在这段时间可能加入一些训练这样子。对啊。好的，帮我们祝福我们约翰教练赶快身体健康，然后赶快在越野跑的这个赛事里面好好发挥，加油！感谢。